各位有缘人，不知道你们是否听到过造口业这个说法？它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经意间的话语可能引发诸多因果。实际上，许多人并不清楚如何恰当的表达，如何正确的说话。易经中其实早已提醒我们，要时刻警醒自己的言辞，因为它们可能成为你人生的预言。因此，在言语上的实修，也是自我提升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。我们就来探讨如何在日常交流中实践这种提升，以及如何通过改变说话的基本逻辑和方式，逐步改善你的气场，增进人际关系，提升运气，甚至改变命运。请相信，一个人的内在境界和层次，往往能通过其日常言谈显现出来。因为语言通常是思想的外在表现，就像一个经常忧郁的面孔，其背后很难拥有一个清澈透明的灵魂。如果你一开口就是伤害他人，让人不快，引发争执，甚至加剧矛盾，那么无论是你的亲密关系、社会关系，还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情感，都可能会变得混乱，你的人生也可能离幸福越来越远，运气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当然，你可能会说，这不是你的本意，是别人的错误，是他们让你失望，对不起你，伤害了你。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，这一切的根源依然在于你内心的迷茫。在许多情况下，那个正在说话的你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你，而是你的情绪和习惯在作祟。当他们控制了你的身体，除了驱使你的大脑进行各种无谓的思考和评判外，还会导致你说出那些让你后悔莫及，甚至推向深渊的话语。你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过程，却无法意识到或控制它，这让你与成功、快乐和幸福渐行渐远。那么，一个真正觉悟或开悟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说话的呢？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在提前意识到的情况下，进行正确的表达呢？我们将学习4个关键步骤及其背后的基本逻辑。只要你能够领悟这些步骤，并坚持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审视自己的言辞，修正自己的表达方式，那么在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，你一定会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转变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修正自己的表达。首先，第一步是在任何情境下，与任何人开始交谈时，你必须首先确保你所讲述的是客观事实，而不是你的个人观点或看法。我们之前一直强调，要成为自己的观察者。那么我们需要观察什么呢？答案是观察事实。只要你能保持第三方的视角，不下意识地做出评判，你就能清晰地看到事实和真相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。这就是智慧。我们修炼的核心在于学会区分观察和评判。然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一开口，大部分内容都是评判。
一旦开始评判，我们就立刻失去了观察者的视角，就像是在草丛中躲避猎人的鹿。一旦评判，就等于主动暴露了自己，而这个猎人就是业力系统，他的猎枪就是你的情绪和习惯。请记住，你的评判并不是观察事实的结果，它并没有揭示真相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是一位领导，发现员工小张最近经常迟到，你决定找他谈话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说，小张，我觉得你最近的工作态度有问题，怎么总是迟到？这显然是评判，而不是基于观察的事实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样说话很自然，很习惯，但这正是社会惯性的表现，是根深蒂固的机械化反应。既然我们想在生活中实修，就不能仅仅依赖习惯来驱动我们的言辞，我们需要摆脱习惯的束缚，避免成为习惯的傀儡。如果你像刚才那样说话，对方很可能会感到不舒服，因为这并非客观事实，他可能会因此生气。接下来的对话就会变成习惯与习惯、情绪与情绪的对抗，这样是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的。而且，你和员工的关系也可能因此变得更加疏远和糟糕。那么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表达呢？根据第一步的心法，我们开口首先应该陈述客观事实，而不是发表对事情的个人评判或看法。你可以这样说，小张，我查看了你最近的考勤记录，发现你这一周迟到了3次，对吗？这样你并没有因此给他贴上工作态度不好或经常迟到的标签。记住，贴标签是最坏的习惯之一，它会立刻激起别人的情绪。当你不带任何评判地陈述你所观察到的客观事实时，对方就没有理由生气。在双方都没有情绪驱动的情况下，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下一步沟通，以解决问题。这里的一个关键逻辑是，我们要摆脱大脑的束缚，即大脑调集已知信息，展开联想，进行比较，并得出是非对错、善恶好坏的二元结论的模式。记住，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应该能够驾驭自己的大脑，而不是被大脑所驾驭。我们首先要学会观察，学会区分事实和评判的范畴，这是我们在言语上进行实修的第一步。请记住，事实是最不容易引起对方反弹和激起情绪的内容。以上是说话上实修的第一步，讲事实，不评判。接下来是第二步，讲出自己的感受。这一步实际上是在识别和表达你自己的情绪。当你阐述完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后，紧接着要准确地识别因这件事而产生的情绪，并把它表达出来。这样做的原因是，此时你和你的沟通对象正在一起面对社会习惯系统，这个系统时刻想要捕获你们的情绪。你们的关系是伙伴，就像是在躲避猎人捕获的船上的蚂蚱，当然需要互通有无，形成一个整体。然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刻意忽略这一步，选择遵从理性，遵从大脑。
把自己的感受压抑在心底，认为不应该表达出来。为什么我们会让理性脑控制我们，把感受压抑在心里呢？这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，社会习惯要求我们这样做。例如，我们不小心摔倒了，被欺负了，想家了，受委屈了，打针吃药时，我们都被告诉不能哭，要坚强，不能表达感受，不能显得脆弱。因此我们从小就被忽略了太多的感受，被习惯教育成认为隐藏自己的情绪就是最高境界，就是成熟，而表达情绪和感受则被认为是丢脸、矫情、麻烦，会被别人嫌弃。但事实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正确面对自己的情绪，不懂得去识别和疏导情绪，让其转化，让其自然流过，而是一味地选择用大脑的所谓理性和道理去压抑、控制、对抗情绪，那么这些情绪其实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暂时被积压在那里，随时可能爆发，对你的人际关系和人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或者干脆把你的身体压抑出疾病来，包括心理疾病如焦虑、抑郁、自闭，以及生理上的疾病，例如各种结节、糖尿病、癌症等疾病，其实都可能与情绪压抑有关。在言语上实修的第二步，就是识别自己当下的情绪，并表达出自己当下的感受。请注意，这并不是让你去宣泄情绪，识别和宣泄是两回事，它们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带有评判。那么哪些是感受呢？比如难过、忧伤、痛苦、愤怒、烦躁、孤独、紧张、慌乱、开心、愉悦、心疼等等，这些都是感受。针对我们如何说话的第二步，我们继续以你作为领导和迟到的员工小张的谈话为例。在第一步陈述完客观事实之后，你可以对小张说，因为你近期的表现，让我对你的状态有一些担心和疑问，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谈一下，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这里的担心和疑问就是你的感受。当你能够学会真诚、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时，你才能够与他人沟通你此刻真实的想法，让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获得进一步的提升。这时候，你依然是你自己，是由你的神性意识在主导，而并非你的习惯和情绪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进行第三步。在陈述完客观事实，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之后，你需要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，也就是找到这个感受的根源，并且让对方知道。继续以你和小张的谈话为例，到了第三步，你或许可以这样说，作为你的部门领导，我需要为你负责，也需要为我们的工作负责，所以我才会担心，才会有一些疑问。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。这就是在告诉对方，让你产生担心和疑问的感受的原因，因为这是你的职责所在。我相信，当你这样和小张说的时候，
到目前为止，他应该不会产生任何反抗情绪，他大概率会接受你的话，并且愿意和你进一步真诚地沟通，一起去解决问题。接下来是最后一步，也就是第4步，请求对方的帮助。这意味着要坦诚、明确地告诉对方你的需求是什么，你希望对方可以怎么做。记住，一定要明确地告诉对方你想要什么，而不是你不要什么，更不要让对方去猜，这很重要。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，你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。我们以后说话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我不要都变成我需要，要把我需要什么明确地说出来，并且越具体越好。我们还用同一个例子来说，最后你和小张沟通的差不多，也了解了小张迟到的原因。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明确地告诉小张，我希望今后你可以尽量不迟到，或者1个月内尽量迟到的次数不要超过2次。如果有特殊原因，可以提前和我沟通。这个需求特别具体和明确。随着这次完美的沟通，你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，问题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过程中并没有引发任何情绪，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你内在的通透。你会正确的说话，而会说话仅仅是你内在维度提升后的一个外在呈现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在说话上实修的4部曲完整的总结一下。第1步，陈述事实，不评判。第2步，识别并说出自己当下的感受。第3步，真诚地告诉对方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感受。第4步，请求对方的帮助，提出明确且具体的需求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4个步骤，并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实践，实现知行合一。这就是在生活中实修的体现。可能会有人问，以上讲的是我们在说话上的自我修炼，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修行过的人，比如对方总是很愤怒、很情绪化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同样可以用今天讲的这4个步骤去关照对方。很快你就可以觉察到，此刻正在对你说话的这个人，其实只是在他的情绪和习惯之下，做着一种自动化的反应。他就像一个提线木偶，而真正的他已经掉线，此刻并不是他自己。这时候，你对他的情绪进行沟通，只是在浪费时间，并且可能引发更多问题。这时你要做的是等待对方冷静下来，千万不要让自己被他的情绪影响，也升起情绪，最后情绪对情绪，那就变成了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。记住，这时候你要做的是全身心倾听。全身心就是不要希望对方停下来，不要以任何形式打断对方，并且不能不听，直接走开。你就这样看着他，听着他说，甚至听着他发泄。当然，这仅限于亲密关系或你认为有价值的关系。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、怀着恶意的陌生人，我们当然不用这么自虐。
直接使用我们之前讲过的抹杀法就好。一般来说，在你经过一段时间的全身心倾听后，对方一定会安静下来，等他的神性意识重新上线后，你再尝试用我们今天所讲的沟通四部曲和他重新开始交流就可以了。最后，你要相信，你说话的底层逻辑一旦改变，你的人生境遇也一定会随之改变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，一定不要忽略说话这个重要环节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口业的影响，如果不及时纠正，继续造业，不仅会使我们在当下遭遇困境和麻烦，而且在久远的将来还会受到严重的果报。以下4种话，我们应尽量避免说出口，因为它们的因果报应非常重。第一种，无理之言。《论语》中提到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这句话强调了礼节和文明礼貌的重要性。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做人的礼节都不懂，没有文明礼貌，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人缺乏教养。在社会上，这样的人很难有立身之处，因为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素养的体现。在说话时，我们也应该使用文明用语，避免在人前失礼。这些看似小事的细节，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地位和人际关系。因此，我们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尊重他人，以展现我们的教养和修养。第二种话，不实之言。在佛教中，不实之言即打妄语，包括说大话、空话、假话等。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诚信度的体现。正如人无信不立，缺乏诚信的人难以在社会中立足。人们通常不愿意与毫无诚信、言而无信的人打交道。正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说话应算数，不应出尔反尔。这样的行为不仅误导他人，最终也会损害自己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用真诚的话语与他人交流，以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个人信誉。第三种话，粗鄙之言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控制情绪是非常重要的，即使在不和谐的情况下，也应避免因一时情绪激动而说出粗鄙之言。古人说有理让人3分，即使在理，也应该给对方留个台阶。如果无理，更不应该产生无谓之争，及时收口，避免说出伤人至深的话，否则事后自己一定会后悔。这种自控和尊重他人的态度，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损害。我们在交流时应保持冷静和理智，用文明和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。第四种话，奸巧之言。有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人们可能会说出过分圆滑、过分夸赞对方的话，试图赢得对方的好感。然而，这些花言巧语往往缺乏实质内容，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。历史上，那些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的人虽然可能一时得利，
但最终往往会被人所不齿。过分讨好别人，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自卑和别有用心，而且损害了自己的尊严和诚信。我们应该避免说这种缺乏真诚和实质性的尖巧之言，用真诚和实际的态度与人交流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讲了这么多，请大家一起来听一段故事：造口业的代价，以警醒世人，注意口业的严重性。曾经有一位修行者，名为离月，隐居在深山的洞穴中。他刻苦修行，最终获得了阿罗汉的觉悟。某日，离月在闲暇之余，着手清理他的洞穴。他注意到一件久经风霜的百衲衣，颜色已变得苍白，于是决定将其染成灰色。他上山寻找适合染色的草根和树皮，将衣物置于锅中，用大火煮沸。当离月揭开锅盖，用柳枝搅拌时，他惊恐地发现，那件百衲衣变成了牛皮，草根和树皮也变成了牛肉，染料水变成了鲜红色的血水，而且散发着浓烈的牛肉味。他惊讶地说：“我的业障现前了，因果报应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些造口业和心怀恶意的人，都无法逃脱因果的追索，我的业报马上就会降临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位脾气暴躁的农夫急匆匆地赶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喂，和尚，你这个修行人今天竟然大开杀戒，山里的山猪和山羊还不够你吃的吗？连我的耕牛也被你杀了。我早上才把牛牵到山边吃草，转眼就不见了，我到处都找不到，原来是你这个和尚偷来把他杀了。”农夫携带着锅中的证据离去，并且愤怒地强迫老阿罗汉离月去见国王。国王询问农夫发生了什么事，农夫向国王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国王询问离月有何辩解，老阿罗汉回答说：“大王，这是我的业报，我无话可说。”国王说：“既然被告不辩解，又有确凿的证据，偷盗罪责难逃，出家人破了杀戒，又犯了偷盗罪，违反了佛教的根本戒律，法律和戒律都不允许，这是绝对无法宽恕的。”离月阿罗汉被判处了12年的有期徒刑。在12年的漫长岁月中，共有4380天，离月老阿罗汉在监狱里度过了这段时光。他每天除了修习佛法，还承担了清洁环境、打扫厕所等劳动。到了晚上，他保持正坐，不躺卧。他的慈悲和忍辱之心赢得了狱官和狱卒的尊敬和赞扬。当离月的刑期结束，走出监狱大门时，他突然飞升到空中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对国王和在场的人们讲述了他的前世因缘。在过去的一世，我曾是一名农夫。一天，我丢失了一头牛，进入山中寻找。我发现一位出家人在山洞中修行。由于当时山中没有其他人，我误以为牛是被他藏匿，于是我恶言相向，扰乱了他一天12小时。
甚至想要将他赶出山，交给国王关进监狱。我当时的口业只持续了12小时，而如今我却要偿还12年的冤狱。这就像是借钱生利息，时间越长，利息越多。我今生的偿还是当时造业的8000多倍。真诚的善行会带来巨大的福报，而恶言造业则会招致万倍的恶报。即使小小的过失，也可能引发无尽的苦难。国王和在场的人们听后都感到震惊，他们意识到，即使是随口而出的恶言，其后果也可能如此严重。有些人会在说出不当之言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口业，他们明白那些话不应出口，却未能控制住自己，脱口而出，并非有意伤害他人。他们通常在说出口后立即感到后悔，自问：我怎么又说出了这样的话？当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时，就应该进行忏悔。如果你说了一些人的坏话，而这些话被他们知道了，你应该找到这个人，诚恳地向他道歉。但如果那个人并不知道你的口业，也没有因此受到伤害，你就不必特意向他忏悔，否则可能会让他感到困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通过自我反省或向佛陀忏悔来净化自己的心灵。一旦养成了忏悔的习惯，犯口业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，因为忏悔本身就是改正错误的一种方式。最终，你将能够达到口业清净的境界。